如果你是几天前在那种近乎疯狂的接近$5600的历史最高位冲进去的朋友，现在看住账户里的数字，心里肯定在淌血，对不对？甚至有人在后台私信问我说，黄金是不是要崩了？4500这个关口要是守不住，我是不是该割肉离场了？先别急住操作，手别抖，听我一句劝，这条视频会非常扎实，我建议你把它看完，甚至收藏起来反复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我不跟你讲那些听不懂的金融术语，什么加码值，什么波动率微笑，那些留给华尔街穿西装的分析师去讲。今天我只用最接地气的大白话，把我这么多年在市场里摸爬滚打，见过无数次暴涨暴跌后的钱货全掏给你。我会彻底拆解现在这个局面，包括4500到底会不会破，这里面有3大致命风险你必须知道。还有，如果你想翻身或者是想抄底，2026年接下来该怎么布局？是买实物、买 ETF 还是玩期货？以及我对未来走势的预判，特别是政治局势对我们钱包的影响，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在视频结尾我还准备了一个 bonus 送给你，那是我自己私藏的一个观察指标，专门用来判断假摔还是真崩的。这个信号出现往往就是赚大钱的机会。我们进入正题，这2天市场上全是鬼哭狼嚎，从接近$5600的历史天价，几天时间直接跌掉将近$1000，回落到今天的$4646.8。我看很多人已经慌得睡不住觉了，这种慌我太熟悉了，这让我想起2024年底、2025年初的时候，那时候金价刚冲破2700、3000，所有人都在喊太高了，太高了，结果呢，它一路不回头，直接杀到了快5600。现在回过头看，是不是觉得那时候没买简直是错失了1个亿？但人性就是这么好笑，前几天金价在$5600顶峰的时候，我路过楼下的金铺，看到里面挤满了人，甚至连我那个平时只会把钱存定期的二姑妈都打电话问我说，哎呀，现在买金条能不能保值啊？我看隔壁李太买了好多。各位，这就是最危险的信号，当连不炒股、不看新闻的二姑妈们都冲进场的时候，往往就是庄家准备收割的时候，这就是我常说的生活指标。你看现在价格一跌下来，这帮人又开始在门口骂街，说黄金是骗局。这就是为什么散户永远在亏钱，因为你们太看重价格而忽略了价值。现在跌到$4646.8，大家都在盯着4500这个整数关口，很多人觉得4500一破就是洪水猛兽，就是熊市来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，在我们这种老交易员眼里，4500只是一个心理防线，而不是技术防线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个价格是给你们这些小白看的，让你们害怕，让你们交出筹码。现在是2026年了，各位，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样？这2年地缘政治什么样，大家心里没数吗？那些大国之间的博弈早就不是在那里打打嘴炮了，是真的在动刀动枪，贸易壁垒高得像城墙一样，货币都在贬值，你手里的钞票购买力跟2年前比缩水了多少？你自己去超市买把青菜就知道了。在这种大背景下，黄金从最高点回调这么一点，你就喊着要崩盘，我觉得这不是崩盘，这是倒车接人。但是注意我的用词，我说是倒车接人，没说让你现在闭着眼睛跳上去，因为车倒得太快是会撞死人的。这里面有3个巨大的风险，如果你看不懂这3个风险，你就敢在4600这个位置随便加仓，那我敢保证你很有可能会死在黎明前的最后一刻。接下来这部分非常关键，我要讲这3大风险是什么。这不是吓唬你，这是我自己真金白银亏出来的教训。首先，第一个风险不是来自市场，而是来自你自己对杠杆的误解。我身边有个真实案例，我有个朋友做外贸赚了不少钱，前2天看金价快冲到$5600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实业难做，不如炒金。他在$5400的时候用了5倍杠杆做多，他说才5倍吗？金价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跌掉2成？结果呢，这波回调短短3天跌掉了$1000，跌幅接近20%，直接触发了他的强平线。虽然今天价格还在4600多，但他的钱已经1分不剩了。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风险点，波动率的屠杀。在2026年的今天，市场的算法交易已经占了主导地位，机器杀人是不眨眼的，他们知道你们的止损点都设在4500下面一点点，比如$4490，所以主力资金非常有可能故意把价格砸穿4500，砸到4480，把你们所有人的止损盘全部扫掉，然后再像没事人一样拉升起来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流动性狩猎。如果你不懂这个机制，只会傻傻的看住 K 线图说，哎呀，破位了，
那你就是那只待宰的肥羊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心理陷阱，很多人在跌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补偿心理，总想着我要在低位加仓，把成本摊薄。我曾经见过一个投资者，他在5500美元买了一点，5000美元又买一点，4800美元加倍买，到了现在4646美元，他已经没钱了，只能眼睁睁看住，如果真的跌到4500，他却没有子弹了。这种心理上的崩溃比账户亏损更可怕，因为当你弹尽粮绝的时候，你的理智就会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和愤怒，而这两种情绪是投资的大忌。讲完心理陷阱，我们必须聊聊第二个更宏观、更隐蔽的风险，那就是政治博弈下的信用补丁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2026年这几个月，全球各大银行的动作非常诡异，一方面在新闻上喊住通胀受控、经济复苏，另一方面却在背后拼命囤积黄金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印出来的那张纸。很多人问我，现在地缘局势这么乱，动不动就封锁贸易，黄金不是应该疯涨吗？为什么这几天会从5600美元跌掉1000美金？你要记住，当大国之间需要粉饰太平，稳住本币信用的时候，他们会利用期货市场的空单联手压低金价。这就像是一个渣男，明明口袋没钱，也要借钱买块名表来证明自己很有钱。现在的金价大幅回调，很大程度是这种政治力量的短暂干预，目的就是为了下出你们手里的筹码。如果你看不清这层皮，在这种暴跌回调时下的割肉，那你就是帮别人交了信用补丁的智商税。接着是第三个风险，情绪的多杀多，这是我最担心的。现在市场上有大量的黄金 ETF 和纸黄金持有者，这帮人跟买实物金条的人完全不一样，他们是纯投机，只要4500这个心理关口一破，电脑程序会集体卖出，引发踩踏，这就像是一场电影院失火，门只有一个，大家都想冲出去，结果谁也走不了。这种风险不是来自黄金本身，而是来自于人类的集体恐惧。我曾经在交易厅亲眼看过，当价格触及某个整数位时，屏幕上的卖单像瀑布一样涌出来，那种窒息感能让最冷静的人也跟住点下卖出键。如果你没有提前做好心理建设，你根本扛不住那种冲击。好了，风险讲完了，我知道你们最想听什么，就是现在跌到4646美元了，到底能不能买，怎么买？现在是2026年，投资环境跟10年前完全不同。如果你还是只会去老金铺买个工费极高的金镯子，那我只能说你那叫消费，不叫投资。我帮你总结了3种最适合我们普通人的玩法，各有优缺点，看清楚了。第一种是实物金，比如投资金条或熊猫金币，这是我心中的最后防线。它的优点是看得见摸得住，没有银行倒闭或网络崩溃的风险，万一真有什么极端情况，这就是你的保命钱。但缺点也很明显，买入溢价高且回收麻烦，你现在去柜台买一克可能要比国际市价贵几十块，卖出的时候又要被扣手续费，我建议它占你总资产的10%左右就好，锁在保险柜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动它。第二种是黄金 ETF， 这是我最推荐小白的，也是最灵活的，它的优点是手续费低到几乎可以忽略，在手机 App 上1块钱就能起步，就像买股票一样简单，随买随卖。但缺点是你手里拿的是电子凭证，不是真的金子，这适合绝大多数想赚金价波动差价的朋友。第三种是金矿股，这是加了杠杆的游戏，它的优点是金价涨 1%， 股票可能涨 3%， 赚钱速度最快，但风险也翻倍。如果这家矿业公司管理层乱搞或开采成本飙升，金价涨它也可能跌，除非你是老手，否则别碰。说个我身边的真实案例，我有一个学生在2025年金价刚过4000的时候急得不得了，把家里准备换车的50万全部拿去珠宝店买了金饰，结果前几天金价冲到快5600的时候，他想变现，跑去回收店一算，扣掉工本费、损耗费和折价，竟然才赚了不到 10%， 而同期买 ETF 的人已经翻了几倍。这就是典型的小白思维，如果你想赚钱，请记住这句话，实物求稳， ETF 求财，千万不要把投资和消费搞混了。讲完了怎么买，我们现在聊聊最关键的，2026年接下来到底会怎么走？4500真的破了怎么办？我直接给你们一个结论，4500点如果真的跌破了，那绝对不是末日，那是2026年上帝送给普通人的最后一张头等舱船票。为什么我敢在这种市场哀鸿遍野的时候这么说？大家看看现在2026年2月的世界，全球债务已经到了一个不爆雷就无法收场的地步，几个核心大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已经进入白热化，
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几天强行把金价从5600美元砸下来？因为他们要推行自己的数码货币，要强行维持法币的最后一点尊严，要让你们对实物资产失去信心。但这就像是用手去按水里的皮球，你按得越用力，等你的手支撑不住的那一刻，皮球弹起来的高度就会越恐怖。我预判2026年上半年会是一个极其痛苦的磨底期，金价可能会在4450美元到4750美元之间反复横跳。这段时间，庄家会用各种利空消息来折磨你，消磨掉所有没耐心的人。但到了2026年下半年，当那些被掩盖的债务危机爆发，或者是地缘冲突进入无法调和的阶段时，金价会直接撕裂所有阻力位。到那时，5600美元根本不是顶部，它只是下一波牛市的起跑线。但在你准备冲进场赚钱之前，我有一段非常重要，之前从没说过的内容要叮嘱你，这比金价跌不跌破4500更重要，那就是你的钱到底放在哪里。在2026年，最可怕的不是金价跌，而是你赚了钱却提不出来。随着全球金融环境收紧，很多小平台、非正规的黄金交易平台会出现严重的流动性枯竭，这就是我说的流动性陷阱。我见过太多人在这种行情里赚了几百万，结果平台说你涉嫌违规操作，或者是系统升级，直接把你账号封了，或者是恶意滑点，你在4600点下的单，他偏偏在4500点才帮你成交，平白无故吃掉你的血汗钱。所以我的铁律只有一条，在2026年投资黄金，安全永远排在收益前面，认准国家级监管的大型银行或顶级券商，千万别为了省那点手续费去选什么野鸡平台，那是拿着本金去搏利息，绝对不划算。如果你现在手里有闲钱，我建议你把资金分成3份，30%买投资金条锁在保险柜，这是你的保命钱，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，这堆金子永远值钱。50%买黄金 ETF， 在4500到4600这个区间分批进场，这是你的增值钱，用来赚未来的趋势收益。剩下20%留着现金，万一市场真的出现我说的流动性狩猎，价格瞬间插针到4450，这就是你最后的子弹。投资不是一次性的豪赌，而是一场关于耐心的马拉松。财富永远不会流向急功近利的人，它只会流向有准备、有定力的人。最后，说好要送给大家的 bonus， 这是我私藏多年的观察指标。当你看到国际金价在暴跌，但你路过楼下金铺，发现实物金条的溢价不但没降，反而要加价很多才能买到时，这就是标准的假摔信号，说明大机构在盘面上砸盘骗筹码，但民间的聪明钱正在疯狂接盘。只要这个信号出现，你闭着眼睛进场，胜率高达90%以上。除此之外，其实我手头上还有一个更震撼的方案，这是我和几位资深交易员用了半年时间，针对2026年这种极端波动行情，专门研发的一套黄金抗风险动态布局策略。这个方案不只是告诉你买什么，它更像是一个精确的导航仪，会告诉你在金价触及哪个特定价位时，如何通过对冲手段，让你在哪怕行情回调的时候，账户依旧能保持稳健，甚至还能反向获利。说实话，这套方案里面涉及到的实战数据和操作细节太过硬核，我不确定大家是不是真的想看这么深的东西，也不想随随便便就公开给那些只会白嫖不去实践的人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想拿这套策略，想在这个大浪淘金的时代里稳稳的赚到钱，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要领取2026方案。如果这条视频的留言人数超过100人，或者点赞够多，我就知道大家是真的有需求，那我一定会专门再做一集完整的实战视频，把这个价值100万的布局方案手把手、毫无保留的公开分享给大家。记住，机会永远是留给那些主动争取的人。最后，我也要特别提醒每一位朋友，今天我分享的所有内容，无论是我自己的经历，对2026年局势的分析，还是那些实战心得，全部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经验总结，并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。市场是残酷的，也没有任何一种预测是100%绝对正确的。黄金虽然是避险资产，但金融市场瞬息万变，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。大家在做任何决定之前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、风险承受能力去做冷静的评估，千万不要盲目跟风，要对自己的钱袋子负责任，好吗？说了这么多，我也想反问一下屏幕前的你，看完了今天的分析，你觉得4500点这个位置到底是财富的深坑，还是翻身的机会？或者你现在手里持有的黄金是打算长期抗战，还是已经准备随时撤退了？
欢迎在评论区大胆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会尽量回复每一条有深度的留言。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一点点启发，或者是帮你缓解了那种焦虑，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，转发给你身边也在关心金价的朋友。还没关注的朋友，记得点个关注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接下来关于2026布局方案的最新更新。谢谢大家陪我聊了这么久，财富这条路，我们一起走稳走远。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